好，大家好，咱们今天又到了逢百必更的时间啊。咱们今天呢，是一个新的这个专题啊，就是日本棋院基础课程新专题，就是模样攻防。之前呢，我曾经讲了一集的布局呀、但是呢，实际上，布局内容我觉着实用性不大啊，就估计对于大家来说，这个水平呢，看太多的布局呀、意义也不是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呢，那布局呢就是延后了啊，就先播一集就放那儿。那咱们现在那个重点来看这个日本棋院这套书嘛，当中很重要的一本书就是这个《模样攻防》。《模样攻防》呢，可以说呀，也是这个非常的实用，所以咱们就来一起来学习一下这本书。即使放到今天呢，这个书内容呢也不存在过不过时的问题啊，它是水平提高非常重要的一步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第一型，第一型是非常简单的啊，咱们先来看一看，呃，礼节的那当中呢有一个关于打入的内容啊，实际上呃跟这个日本棋院这个其实有相似之处，甚至于呢各有不同啊，都有道理。咱们以后会讲到那一部分，挺有意思。那么这个棋啊，它是这样说的啊，第一型，这是第一型。第一型呢说，首先从星位的代表定式开始，不涉及左上的情况，仅在右下角考虑。那么这里面它给出了，就这么两个点吧。说呀，这个时候呢，嗯、这是白棋呀，可以选择走这个跳，是好棋了。如果是黑先呢，则可以点3-3，就这两个选择。白棋走是走跳，黑棋走是点3-3啊。为什么黑棋不走飞呢？以前其实刚开始的时候，还可以看到有走飞的，但现在都没有了啊。咱们来看一看后续的变化啊。首先我们来看看黑棋的点3-3，我想这个变化呢，咱们普通的这个爱好者都知道，是吧？那么后面呢，假如说这里面就这手棋的搬这个，这样的话呢，白棋有两个选择，白棋可以走这个靠，也可以选择这个搬都行。咱们先来看靠，因为这个变化呢，在李杰的布局有一套里面也专门讲过，那是一个关于中国流的。那么中国流这个子的位置呢，是大概是在这里或者这里，差别应该说还不是很大吧。非常实用啊，非常实用。其实你看看现在，那布局有一套是2017年开始吧，那么上古年间，这个日本棋院的书已经是很早以前的书了，就已经把这个变化都给说得非常详细啊。咱们看一看，挡了以后，他走这个，他粘住，告一段落啊，这是一个下法。那么这里面的就是下到这儿，如果黑棋黑棋不下，黑棋不下，白棋下，白棋怎么办？白棋首先搬一个，他挡的时候搬点，哎，这个挺妙啊。那他如果防上边，他再来这个，他再来这个，那他立的时候再来铺，这样有一个结，手数很多了，10手棋在实战当中能走出来是不容易的啊。所以这个我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呢，就这个变化，再多研究一遍。我再把这个变化从头再走一遍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变化非常的实用啊。很可能实战当中如果没见过啊，没研究过，就走错是很正常的。那就是搬走再点房，然后呢，那它粘上面，它再接这个，立这个，再铺这个，哎，这个就形成个结。我
们再来看，对于黑棋呀、冲完了先断一下也是有，等它走完了以后再走这个。如果争子呢，这不存在争子，就直接夹死就可以了。这里面的又是这里又关键的地方就是这里，它如果是跑，先跑这个，因为这子白断了吗？跑，那这里面怎么杀？这怎么杀？首先呢，先冲走搬，都走这个。那这个时候啊，实际上黑棋还不至于死，但是呢，这个长可以看出是不行的啊。然后呢，这个棋再接一个，再接一个，这样的话呀，那他大概要补到这儿，再扑，再走。你这时候可以看，你不能再走了，你再走这个那死了，所以再走这个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那这俩子就等于白下了。我们再把这个图往前再倒一倒，就到这里。那么到这里的时候呢，如果说呀这个棋，黑棋就不下了，就扔着不管了，那更不行。咱刚才摆是长长呢，这个有吃三子的可能。那它不长就扔这儿了，那这个实际上是不行的。黑棋，白棋一搬再一搬，这两一搬就眼型就不够了，这是死棋啊。好，这是关于这个角上的一些变化。我们再往前看，还有就这个了，这个呢现在很少看到，实际上这也是一个长形，就这个，可以把这个腿伸得远一点。下面呢，我们再来看看第二形。第二形呢，就是说是一个，相对来说黑棋是一个比较结实的形状，这也是一个长形吧。那么走这么结实，那必须在这个角里面得折腾折腾，那首先点3这是必须的。他如果肯这个呢，这个我想大家都见过了，就一般，就这个呢也算是一个常见变化吧。那么他这里说呀，他说这个黑五这手棋不好啊，确实这手不是黑五就是他这里面的这手棋，咱们看一看啊，什么意思？正常不是长了就吃就完了吗？但实际上呢，它保留的变化以后可以走有这个虎，有这个虎，这个虎的目的什么呢？我下巴可以立这个是以前我第一印象可深了，那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业务，那时候跟我讲过这个就是保留走这个虎。我们再往前倒，那就是这个白棋有可能下这个，下这个呢就无非就这样，这个我想大家应该也见过吧，就这个变化。这个变化呢就是说手控白棋手控。那我们再来看，还有就是这个了这个呢，其实现在看到不多，现在好像都说只能团是吧？实际上也不见得，这个力呢也是好棋，就这样爬，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棋形了，然后呢，这里可以断这个，断这个，这样呢，这个就是定式了，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定式，这都可以交换掉，一粘，这个就把底下的空全部捞光，那么假如说是这样的棋黑棋是满意的，因为这面还比较结实，白棋不是那么好攻的。这是一个变化。还有呢，就白棋耍个票耍票走这个实际上都差不多吧，结果都一样，区别不是很大，大体上就是这样。这也可以其实做这本书让我想起了当年我看的那个是什么呢？叫这个丁开明写的。以前我也提到过这个丁老，这个蜀中奇艺出版社的这个主力编辑，他写过一本叫做《寝宵与打鹿》，那封面呢，设计的挺难看的，红不拉几的一个皮儿，但书的内容还是很不错的其实中国人呢，就是你别看他就不是职业棋手，他写东西也还是可以的，他对得起这些观众
那本书我翻来覆去看好多遍，就很多的变化呀，都是那个用心的去记了啊，那个对实战还是很有帮助的。那么再后来呢，就是说看的一个就是这个天津的，天津那个就是长行这个书也不错，也还可以，也是一本好书。像这大黄皮这个书啊，这是说实话，那个以前没看过啊，这个是后来这是哪年了？大概5、6年前买的。那以前学习的时候没看过这书，但后来发现这个书内容啊，确实是很扎实的啊，挺好。好，我们再往前倒，我们回到这个扳的时候，那黑棋呢也有不走这个的，也有走这个的，活角也有，那他走力，他走这个，这个怎么样？如果单从这个方向来看呢，其实黑棋也不错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它这个子的位置啊，这俩子的位置还比较重复啊，所以也挺好。那白棋在跳这个，这算是一盘棋吧。再往前倒啊，就是还有这个变化，它刚才摆都是爬了，以前的尖也是有的。这个尖呢，现在说实话，现在都因为这些攻防的招啊，基本上都不容易看到。但是呢，这是说在职业棋手当中不能看，咱业余棋手当中，如果是下老定式啊，这些招其实还是有用的。这个在那个加藤的《中国制胜法》里面，对这些变化都有过研究啊。那这个棋就这个跳一个，再来走这个。那你说为什么不走这个呢？走这个呢，它有加还有点，所以味道不见得好。因为你不管走什么，它交换一手棋，它马上它就补了，所以不如跳是吧？最后呢，他介绍的是一个关于团呢，他没有往上写啊，没有往上写。那有机会咱们再介绍这个变化吧。好，下面呢这个重点来了啊，我觉得这是这本大黄皮啊，这日本基础教程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攻防变化，就是这个。我想大家可能都见过什么呢？就是说这个白棋啊，实际该白棋下是常见的。比如说，他哪怕走这个啊，走这个交换一个走山形，这我都下过。或者说呢，你就单挑这个，白棋单挑这头也可以啊，这都常见。但是现在问题在于，他少了一手棋，那这个时候白棋，面对对方打入的时候该怎么应？如果这时候选择点3-3，这肯定是黑棋乐了啊，黑棋乐了，这个棋黑棋太充分了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白棋啊，二路的拖大家一定要会。那么面对这个拖呢，黑棋有选择，要不就搬，要不呢就是脱先。那么咱看看他这个棋，如果是脱先啊，脱先的话呢也非常常见。以前在那个日本的这个老棋谱里，经常可以看到脱先。为什么脱先？咱们一会儿可以看啊。大概就是这样吧，就这么个棋。这个白棋其实我觉得挺好的。那所以呢，他不脱先。假如他不脱先，那就是说接着走。就是假如说黑棋啊，搬这边怎么样？搬这边像成这样啊，这样，他再拐这个。当你吃这个时候，他再一跳，这个棋黑棋太满意了，所以呢，如果黑棋不脱先搬这头断上去，白棋如果跟着就这么走啊，这个是不行的。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？咱们看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。就这个时候，当他这个吃的时候啊，不要把这一枪拍掉，走到这边，这是好棋，这是一步好棋。假如这时候还来跳，那结果就完全不同了。他走这个，那你只能提呀，他再打。这个厚薄啊，差老了，所以呢，这里面就这手单打呀是金，这是金，好棋。
这个变化再品味一下啊，因为这个都是非常实用的。大家看一看这个棋，就是说断上去，其实有时候你下快棋都有时候也忘，你像我都有时候也忘，这个棋应该怎么下啊？就是这个，就是哎，单拐是好棋，你这个时候不能来这下，这下是走不到的。你下这个，哎，它这个恰也是金，这都是金啊，那它只能提。好，我再走这个，哎，就这样。这个变化呢，这个说可以说是挺满意的。那好吧，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啊，咱不可能把这个都讲完，就留着下次再给大家介绍了。好，谢谢大家观看。